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元。今天这个影片呢，算是专门讲一下国服的一些事情了。那相信各位应该也知道 GY16 啦，毕竟他们是我们去年全球巅峰赛的冠军。那你各位可以看到，其实 GY16 一路走来都是算蛮优秀的。那因为国服开服的时间比较迟的关系啊，所以看到他们 KVK 3拿到最终占领的时候是2021年。不过以国服的情况来看，他们比国际服慢了2年啊，所以算上来国服已经开了差不多将近5年的时间了，其实也算是蛮久了。那你们可以看到过去 GY16 的辉煌成绩，从他们的奥西里斯联赛第1赛季拿到亚军，第2赛季冠军，第3、第5、第6赛季都是冠军。那还有拿到全球巅峰赛的冠军，还有奥西里斯联赛巅峰赛的冠军，一直以来都是很强的。这个是国服里面第1赛季的冠军，第2赛季就变成国际服嘛，然后还有去年的冠军。那在 GY16 呢，其实一直以来他们只有一个国王而已，没错，他们的国王是没有换过的。那这位玩家就是阿瑞斯。像国际服有很多国王可能就玩了1年2年就已经结束了。那因为国际服的玩家对于这个阿瑞斯不是这么的熟悉，所以这边就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在国际服这边击杀呢会比较高，因为我们都已经突破1000亿击杀了，但是在国服那边呢就600亿击杀最多，差不多接近700亿啦。所以以阿瑞斯他的击杀积分来讲呢，是已经算很不错了，而且他这边的阵亡也算蛮多的，都有 2.7， 所以他也算是一个蛮优秀的玩家吧。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邮件这里写了什么东西。其实他的邮件写的很短，有可能他在他们内部的群聊里面有跟大家道别，还是有写更详细的东西，我就不清楚啦。那这里我们先看一下邮件内容，他说了什么东西，接下来我们再讨论一下关于他邮件里面讲的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是时候和大家告别了。的确没有时间再花在游戏上，生活是生活，游戏是游戏，他没有办法把号丢在那里，然后耗着大家和自己。因为16的特殊性加上游戏的匹配机制，所以告别是最好的方式。想说的有很多，但不知从何说起，有自己的原因，有游戏的原因。总之很荣幸也很开心与大家度过这段时光。16后面就交给豆豆和千岁吧。大刀阔斧的改革，希望大家越来越好。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那这里就有讲到他离开游戏的一些原因啊，虽然不是说的很详细，但是游戏的问题确实是有的。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说到匹配机制，其实近期国服他们有一段就是退更潮，有很多玩家都说不想要玩了，因为他们一直匹配不成功，觉得匹配不成功而导致到他们王国一直要不断的留局，就不能跟他们想要打的敌人面对面。然后还有包括他自己个人的原因吧，因为大家生活也是比较忙啊，所以这个没有时间再花在游戏上面也算是游戏的问题之一啊。毕竟各位也知道你们要花很多时间在游戏上。我看到有一些国际服的玩家说啊，国服比较友善一点啊，因为他们还有一个睡觉时间呢，有8个小时，从12点到早上8点呢都是不能烧旗帜，不能烧要塞，不是不能烧啦，就是烧的时间会很慢，然后你去打人家的城市抢到的资源也会减少，确实会比较好一点。国服是可以做到，但是国际服没有办法做到。但是你们可以看到也是一样没有时间了，因为你只是节省了那个睡眠时间，但是 KVK 你终究还是要打。而且各位也知道 GY16 他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王国，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那首先他们的主要联盟就差不多100亿了，那有一些玩家可能去其他的联盟了，所以我们这边算说是100亿。第二个联盟 FY16 也是有109亿的战力， ZF16 也是有95亿的战力， TH16 有142亿战力， TH33 219亿战力，然后剩下的联盟战力都是比较少一点的，不过也是有一个49亿。基本上这些都是我们在神庙附近可以看到的联盟，就是有这么多。你们想一下，要管理这么多的联盟，它有5个联盟接近100亿，甚至有一个联盟是200亿战力的，我们可以当做算是有6个100亿联盟了。你身为一个国王要去管理这东西是很困难的，而且压力也是蛮大。那我也知道不
不是只有国王在管理这些东西啊，也是有不少的管理层，那也意味着他们的管理层其实也是蛮多人，也是做的蛮优秀的。而且我在前面就有说过了，阿瑞斯他是从始至终都是担任国王这个角色的，已经5年时间了。你们想一下，如果是自己做国王做了5年时间，你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我也比较相信 GY16 他们的管理团队是很 OK 的，也不然也不会可以维持这么久啊。像他们以前最巅峰时期好像有7个联盟还是8个联盟啊，那时候是真的很夸张。那到现在其实他们的联盟有比较少一点啊，体积比较少，也是因为分线报名的关系啊，所以慢慢有在缩水。那接下来就是在他公告里面有提到的匹配问题，为此官方还专门开了一个沟通会，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是官方国服那边所发出来的通知，尊敬的执政官，近期他们通过游戏内邮件发起关于征服赛季剧本组队模式的问卷调研，从中了解到了许多不同的声音。我们深知每一场 KVK 匹配结果势必会影响大家游戏体验，因此为了更深入的获取各位执政官对于 KVK 匹配的看法，我们计划在近期举办 KVK 匹配组队模式优化的意见线上沟通会，策划团队将与受邀与玩家直接交流，共同探讨当前存在的匹配问题与后续解决方案。沟通会结束后，他们也将根据交流内容向各位执政官同步会议信息与后续规划。你们就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严重了。一般来讲，像我们之前有抗议过很多次啊，跟大家讲我们要官方下架什么东西啊，这个水晶科技不好什么等等，策划都没有出来开会跟我们沟通这些事情。那他们这一次 KVK 匹配的问题影响到很多玩家都说我不要玩了，我要弃坑了，导致到策划他已经紧张了，他要出来开这个会议跟大家聊一下，看要怎样去解决的问题。但是根据阿瑞斯的公告来看呢，你们也可以看到8月1日嘛，也就是说他可能去开会了，但是开会出来的结果并不是他想要的，又或者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最后就写了这个告别信。当然我也相信匹配的问题呢只是他弃坑的一个部分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给开发人员他们一个警示吧，就是要给他们知道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什么地方要去更改。但是我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啦，阿瑞斯的离开不意味着16服他们就会解散，因为我在之前有说过，其实一个王国最重要的是他们管理团队的核心，那国王只是一个王国的象征而已，所以不代表这个王国会灭亡，就很像960这样子。960有很多国王都已经离开了，已经没有在玩了，但是960依然还存在。那虽然我跟阿瑞斯不是很熟，应该是说我根本没有跟他沟通过，但是我是看阿瑞斯玩这个游戏是真的从很早以前开始玩到现在，尽管我知道有很多国服的玩家可能不是很喜欢16服，又或者是觉得16服怎样怎样的，但是我个人还是很 respect 阿瑞斯的，因为身为一个国王要玩这么多年的时间呢，其实也不简单。那也是尊重阿瑞斯的决定了，也是希望他现实生活中会过得比较好一点啊。如果有时间的话，看要不要回来万国觉醒玩。如果万国觉醒已经变得他所期望的那样，毕竟现在万国觉醒真的蛮多问题的，要官方慢慢去改啦。在中国有一句老话，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所以总有一天我们还是得接受某些玩家离开，或者是有可能我们会再相逢也说不定呢，有可能下一次就是一元弃坑。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至于各位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还是你们觉得说游戏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